哲学爽歪歪，和你送歪歪。每集为你介绍一位哲学思想家。上集我们介绍了尼采的哲学思想，这次我们要来介绍20世纪公认的天才哲学家维根斯坦。维根斯坦在1889年出生于一个维也纳富豪之家，排行老8。他们家族富有的程度，大概就像美国的卡内基家族，还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维根斯坦生长的年代正好是19世纪末文化上高度繁荣的维也纳，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克林姆的新艺术运动、薛白克的无调性音乐。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维根斯坦，天生就热爱新观念的刺激，但是父亲希望他继承家族企业去读工程，所以就把他送到了技职学校，而且碰巧跟希特勒读的是同一所中学。后来又到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读航空学系，求学的路上，他对哲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有天，他读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数学原理》这本书，尝试回答一个问题：数学是客观的知识，还是人类心灵的主观构想？哲学家康德认为，数学不是客观的，因为数学的基础是对时间空间的感知能力。如果是一只活在2度空间的生物，那它根本想不出一个球体的概念。所以数学应该是人类心灵的产物，但是罗素认为数学应该有一个更客观的基础，就是逻辑，因为逻辑可以不涉及现实世界，只需要在数学公式的世界就可以展现出真理。被这个问题吸引住后，维根斯坦就到剑桥大学跟罗素拜师，结果两人一见面就天雷勾动地火，想要合作建立一套新的形式逻辑。什么是形式逻辑？就是只考虑形式，不考虑内容。例如我说现在在下雨，而且又没下雨，你不需要知道现在天气到底如何，你也能够判断这句话一定是错的，因为一个地方不可能同时在下雨又没下雨，所以我只需要看你句子的形式，就可以判断你说的话有没有自相矛盾。因此维根斯坦跟罗素就建立了一套真值表，也就是现在高中生数学课都要学的若 P 则 Q。这种形式逻辑也成为了现代哲学的根基，因为维根斯坦太聪明了，所以受邀参加当时剑桥大学的秘密组织使徒会，在这里认识了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凯因斯，也在剑桥遇到能够跟他一起聊哲学的挚友品宣特，两人一起去冰岛跟挪威旅行。维根斯坦发现挪威与世隔绝，非常适合进行哲学沉思，就自己搬到了挪威独居2年，直到1914年维根斯坦回到维也纳，结果突然爆发了第1次世界大战。因为维根斯坦出生在奥匈帝国，所以过往的英国朋友都变成了维根斯坦的交战敌人。维根斯坦当时主动加入志愿兵，因为他认为从军可以面对死亡，而面对死亡近似是一种宗教体验，可以彻底改变他。但实际上，维根斯坦被分配到的是在波兰工厂的文书作业，他有大量空档可以进行哲学研究，就开始写他的第1本著作《逻辑哲学论》，后来成为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一本哲学著作。维根斯坦跟罗素说，如果我不幸死于战场，我会请朋友把稿子寄给你，你要全部理解可能有点困难，但请不要放弃。结果在一战结束后，没有出版社要帮忙出版这本书，因为没有人看得懂，所以罗素就用自己的名声来帮维根斯坦写序，让出版社更愿意发行这本书。结果在找到愿意印《逻辑哲学论》的出版社后，维根斯坦却接到消息说他的好友品宣特死于飞机失事，他的许多哲学灵感就是源自于品宣特，所以他也决定把《逻辑哲学论》这本书献给品宣特。那么《逻辑哲学论》这本没人看得懂的书到底在讲什么呢？维根斯坦有天在报纸上看到巴黎有一起车祸诉讼，律师在法庭上展示案发经过的模型，用模型来描绘现实。但是我们可以想想看，为什么这样的描绘是可行的？这一定代表模型跟现实世界之间有某种结构上的相同之处。维根斯坦认为，语言就像是一个模型，我们用语言来描述现实的图像，而语言跟现实背后的相同结构就是逻辑，这叫做语言图像论。所以要检验一个命题，就要看它是否合乎逻辑地描述了现实。例如我说人都会死，这句话对还是错？现在看来是对的，
但是如果未来可以发明让人永生不死的方法，那么这句话就是错的。除了这种可以检验真假的命题以外，维根斯坦认为还有一种不具意义的命题，因为他们根本不指涉具体现实。例如，在非洲每60秒就有1分钟过去，这句话根本上是不需要检证的废话，因为60秒本来就等于1分钟，这在哲学上叫做恒真句，而数学公理基本上都算是恒真句。还有一种不具意义的命题是自相矛盾，例如维根斯坦举了一个颜色互斥的例子，这个东西既是红色又是蓝色，这个命题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在物理世界也不可能发生，因为不同颜色是源自于不同可见光的波长跟速度，所以一道光不可能同时是红色跟蓝色，否则这道光就会有2个速度，也就是同时出现在2个地方。不过批评维根斯坦的人会反问，逻辑上的矛盾能够证明物理上的矛盾吗？例如有一种颜色八面体，红色跟绿色在两端，你可以说它有一部分既是绿色又是蓝色，只是不能说它既是绿色又是红色。所以在逻辑上不可能，不代表现实上不可能。我们其实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可能的世界，像是在《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爱丽丝可以看到没有笑的猫，也能看到没有猫的笑，因为这2个句子在逻辑上都是可能的，只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里刚好没有发生而已。看到这里，我们可能会问，维根斯坦干嘛要去区分这些命题？因为他认为，如果我们先区分真假命题跟不具意的命题，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哲学辩论根本都不是这2种命题，而是第3种命题，叫做无意义的命题。例如，哲学家海德格说，人在面对死亡时会感觉到存在的焦虑，而可以把人真实的自我给逼出来。维根斯坦说，我能体会你在说什么，但你这个命题没有真假，只是个无意义的命题。因为这种存在经验，有感觉过的人一听就懂，你不需要多说；没体会过的人，你论证了半天，他也听不懂，说了也是白说。或者哲学家喜欢争论上帝是否存在，因为上帝一定是最完美的，而一个存在的上帝比不存在的上帝更完美，所以上帝一定存在。维根斯坦认为这也是无意义的命题，这就好像是在说，这里存在一个圆，长3公分，宽2公分。但是圆形的定义就是只有一个半径，不可能存在一个长3公分、宽2公分的圆，那就变成椭圆了。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句子是假的，你只能说它没意义。到最后你只能问，所以你说的圆到底是什么？同样的，当哲学家在讨论道德问题时，也常常陷入一样的处境。我们沟通辩论了半天，发现你的正义跟我的正义还是找不到一个共同的意义。这不代表正义不存在，而是正义的问题触及到了语言的极限。哲学问题不是假的，而是它不可说，所以无意义。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搞清楚哪些事情是可以用命题说出的，哪些是不能用命题说出的。所以维根斯坦说，如果遇到不可说的事物，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维根斯坦认为，不能说的东西要用显现的。例如我们在说话时都会有逻辑，但是逻辑从来不会在我们说话内容中出现，而是作为组织一个句子的形式出现。例如我说我打你，没有被说出来的主词、动词、受词就已经无形中显现了自己。我并不需要讲出主词的我用动词打受词的你。但是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句子的结构，是因为语言学家把语言看成一个整体去分析它的形式。维根斯坦认为，要理解道德，也同样必须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什么叫做把世界看成整体？就是跳脱到世界之外，把自己的视角完全抹除，像上帝一样看这个世界。哲学家 Spinoza 把这称作永恒的视角。当我们能够摆脱有限的自我，从永恒的视角去看世界，就会知道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的道德意义，道德的真理就会在世界整体中显现，根本不必去说它。所以维根斯坦其实是个神秘主义者，而且认为逻辑跟神秘主义其实是同源的。但是当时维也纳的哲学家却以为维根斯坦是个实证主义者，只相信自然科学，才会说遇到不可说的事物，我们必须保持沉默，不要去谈形上学。但维根斯坦真正想说的是，现代科学努力假装自己能解释一切，认为自然法则不可违背，不像古人比较诚实，愿意承认人的理解有一个极限。但维根斯坦并不是叫哲学家不要思考道德问题，相反的，他认为无意义的道德命题也很重要。维根斯坦讲了一个比喻，想象有一个小镇，警察要普查所有居民的资料，包括年龄、出生地、职业。如果警察问到一位居民，发现他没有工作，他不会在记录上写下无意义，而是会把没有工作记下来，因为这也是属于小镇的有用资料。
在《逻辑哲学论》出版后，维根斯坦在哲学界就声名大噪，但是他也慢慢开始发现他的理论有些漏洞。第一个是在剑桥大学时，他把他的理论告诉一个意大利经济学家 Piero Sraffa。Sraffa 说，如果一切现实都必须转换成逻辑描述，那么摸下巴这个动作的逻辑形式是什么？也就是说，理解语言不能只像数学家一样，从逻辑角度去理解一个人讲的话，也必须从一个社群使用语言的方式去理解。那么是不是过往的哲学家都搞错方向了，以为可以去除这些脉络来追求到一个永恒的真理？第二个问题是，有次维根斯坦想要还钱给凯因斯来表达他的善意，他就说 First I want to talk about money， 结果一用英文表达，反而让他显得很粗鲁，内心想说的跟真正讲出来的话中间有落差。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情况发生时，就不是讲话有没有逻辑的问题了。那么一句话的意义到底是取决于说话者还是听话者？第三个问题是，罗素认为语言的意义是源自于在说话者跟听话者的心里产生一样的图像，也就是外在语言对内在心理产生效果。这听起来很符合常识，但是维根斯坦认为这就像是说，我想吃苹果，但有人揍我一拳，然后我就不想吃了，所以我想要的其实是那一拳。从外在的因果来看，揍一拳可以得到跟吃苹果一样的结果，但不等于我想要的是被揍一拳啊，我想要的是苹果。那么外在语言跟心理图像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让维根斯坦开始怀疑，会不会自古以来的哲学难题其实根本是误用语言的结果？其实哲学问题并不需要解答，因为一开始的问题就问错了。2000年来，人们根本都被哲学家骗了，让我们以为哲学很有深度。那么到底真相是什么？下集我们再来继续介绍维根斯坦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还有他好奇的哲学故事。别忘了留言加分享这支影片的脸书贴文，就有机会抽《天才的责任》维根斯坦传一本。现在下载 Hami Video App， 订阅 CAT， 即可抢先14天看到超级歪的最新影片。也欢迎你加入 YouTube 频道会员，支持节目长期运作。